你要是真能帮我找到药，我还你双倍的银锭。爽快！天亮之前，是否能找到大渊火烧？找不到。你说什么？哎，你别急啊！你不是说金葱蓉珍贵吗？那你想想，如果你是下毒的，你会让那些上品再普通的上货吗？你放心吧，包在我身上。走。我说你，身为女儿身，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儿？什么叫正经事儿啊？那养在深闺中，最后当个和亲公主，那就是正经事儿了。这边。对，哦，好了啊，哎，下次再来啊。好，给您钱。好，谢谢。哎，慢走啊。小 K 哥，哎，生意挺好的。还好。怎么，迷魂散又都用完了？不是，我是来找你买一味药材的。什么药材啊？金葱蓉，听说过吗？金葱蓉，我岂止是听说过，我就是摆弄金葱蓉的行家。就连大渊国供的金葱蓉都是从我这儿拿去的。大渊国供？对啊，去年旱灾，大渊的金葱蓉全部毁了，都旱死了。我就瞅准这个时机，我就把那个老小子那里所有的库存金葱蓉，我全部给买断了。随后我高价转手卖给了大渊的国库。哎呦，那不赚大发了？那是啊，这还没完呢。今年这老小子又来了，他一看我用金葱蓉挣了这么多钱，给他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悔得一段一段的。哎，有时候我在想啊，那小子是不是有病啊？啊，他又买走了我今年新收购的所有的金葱蓉，还是高价收购的。我就想啊，你像去年有旱灾，金葱蓉涨价了，今年这风调雨顺的，药材不会涨价呀，只会跌呀。他怎么那么蠢啊？不是他蠢，是你黑哥呀太精明，没法弄。哎，小黑哥，等等，你刚才说金葱蓉都被那个人给买走了，那你手上不是没货了？对啊，没货了，整个黑市都没货了。糟了，哥哥，怎么办啊？故意让货商贩卖给大渊，再通过大渊进贡到各国。不过这毒药究竟是什么呢？连国医都看不出来，而且只对翁归于我有效。哎，你说这金葱蓉和什么一起吃下去，会让人觉得心绞痛，甚至吐血不止吗？你说什么笑呢？这金葱蓉可是重伤圣药，特别对那个常年的外伤，那特别有作用。你要给他吃了，围着这乌孙跑2圈都不带气喘的，他怎么能吃了吐血呢？你给他吃多了吧？常年外伤，原来如此。这金葱蓉药性本无毒，是医治重伤的良药。但这批金葱蓉是被人下了毒的，毒性专门针对重伤之人，所以国医和解忧长药并未异常，但对重伤的翁归而言却是致命的。金葱蓉是各国国王赏赐大臣的，大臣中常年外伤积累的是将军。哼，这个幕后的老小子，处心积虑将药材送到各国，是要将刀刃伸向外方咽喉啊！哥哥，哥哥，小黑哥说整个黑市都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了。你说，刚才你所说的那个老小子长什么样？他每次来都是蒙了面的，根本看不清他什么面目。
哎，我想起来了，他每次走的时候一转身，这个脖子上有块胎记，我看清了。多谢。银子。哎，我说漂亮小哥，要不你也来点迷魂散，给他用。哎，等等我！喂，你怎么找那个老小子啊？既然有胎记，就一定能找到。那我要告诉你，我知道他是谁，你怎么陷我啊？太医已经回去歇息了。嗯。阿彩，把这些银子给监狱的狱卒，把这些饭菜给大陆送过去。这是，大陆知道文归平安，就不会跟昆明怄气了。快去啊！嗯。你们让开，别拦着我了，让开呀！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去见小苍狼？哎呦，我说妹妹啊，你这冒冒失失的闯进去，万一他又吐血该怎么办啊？可是，吵什么呀？右夫人，再吵就把文归吵醒了。公主，找到药了吗，怀大人？啊，公主，这治愈重伤的药，我们一直在找，但是想尽办法都找不到，恐怕温归是过不了今夜了。过不了今夜了。药？你们要什么药啊？小苍狼他怎么了？啊，金从容。金从容，金从容。早说呀，我有。我哥不知道犯了什么毛病，把仓库全给烧了。幸亏我偷偷藏了几只，我现在就去拿。快去！这个阿依拉呀，有一个跟他截然不同的哥哥。嗯，公主，下毒的人是长山西侯。喝了，喝了。再喝一口。醒了，这金从容还真是神奇啊！幸亏我偷偷藏了几只，不然全被我哥糟蹋了。小苍狼，小苍狼，你觉得怎么样啊？我父亲呢？他很好，你再喝2口药，好好睡一觉，明天就能见到他了。来，大口喝。怀大哥，在文归醒来之前，不要告诉他大陆的事情。啊，公主，你这是打算去见昆弥？我同意，长山西侯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整个王庭，昆弥不会放过他的。
我还不打算揭穿常山西侯。为什么？打蛇打7寸，光凭一个商人的一面之词，不但扳不倒他，我们还会惹上污蔑重臣的罪名。再说，阿依拉这么善良，如果没有他的话，温归也醒不过来。我真的不想连累他。怀大哥，你留下来帮我照顾温归，一旦有什么事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诺。风铃。你怎么知道常山西侯脖子后面有块胎记？什么时候看见过？什么时候看见的？当然是洗澡的时候了。你不知道，我最喜欢偷看别人洗澡吗？昆明，已经不早了，当心身子。啊，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再看一会儿。昆明，你来了，说明温归他醒了。回昆明，解由给温归将军针灸了中府穴，再服用了太后的金葱蓉，他恢复神速。你还敢给温归服用金葱蓉？太后以德服人，她绝不会害自己的亲侄，解由信任她。古一向赏罚分明，这次右夫人就指温归得利，回宫等赏吧。昆明，哎，你若是想给他们求情，就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国医乃一介女流，大陆又是温归将军的父亲，情急之下说了一些胡话，也是情有可原的。什么情有可原？他们诬陷太后，言辞犯上，这都是重罪。你与大陆是叔侄，所以你该了解他的性子。无论他说了什么，肯定是无心的。有没有心，姑自有判断，不用夫人提醒。解由只是担心大陆入狱以后，可能会对朝堂之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后宫插手了？右夫人，别忘了你的身份。昆明，国医是我带来的，他不懂事，说错了话，惹怒了太后，误导了大陆，解由难辞其咎。可是你能不能看在温归将军身体虚弱的份上，宽恕大陆呢？我刚才的话，你还没听懂吗？请昆明宽恕大陆和国医。你真想跟我对着干？如果你一定要问斩他们二人，那解由只能同死谢罪。这事没得商量。昆明若是不答应，解由便会在此长跪不起。姑要跟你说多少遍，你才会明白，威胁对姑没用。你既然爱跪，就跪着吧。
昆明，北庭战事连连，还望昆明早日抉择将军人选。老臣以为，那林虞侯副将跟随莫振离将军南征北战多年，他，昆明，温归醒了。臣等恭贺温归将军康复。孤本有意让温归接任这戍边将军一职，不过他最近身体不好，所以稍后再议。3天之内，孤对此事必有定夺。温归将军，太医，哎呀，怎么样，太医？没想到我这条命这么硬吧？恭喜啊！这次我能够恢复，全凭太医你的悉心照料。我一定启禀昆明，好好的嘉奖你。臣愧不敢当。行了，没什么事情，就下去吧。喂。派人跟着他，他一旦出城，即可通知我。是。哎呀，你这一脸愁苦的，你怎么了？将军，属下实在不敢隐瞒，您病重之际，大陆出口激怒昆明，被打入大牢。解忧他也瞒着我，他人呢？右夫人昨夜去见昆明，至今未归。去，叫人来给我更衣。去。是。右夫人在这儿跪了一整夜了，这又是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请回禀昆明，解忧不是在施计，而是在表决心，希望昆明能宽恕他们2人的罪过。解忧就一直跪着，一直到我死。那我再去跟昆明说说。这个固执的家伙，跟孤较劲的本事倒是不小。昆明，不必求情，他爱跪就让他跪去。昆明，怎么了？昆明，一群大臣跪在太后的寝宫外面说，不是求太后手下留情，不要杀了大陆。什么？走。参见昆明。你们胆敢到太后寝宫闹事，眼里还有没有这个昆明？昆明，臣等万不得已，只求保大陆一命啊！朝堂上的事情到朝堂上解决，你们找太后做什么？昆明，此事因太后而起，我们只能找太后求情了。大胆！你们可都是朝廷重臣，怎可拿道听途说的消息来污蔑太后？是翁将军亲自传信，昆明，你就不要再瞒我们了。昆明，大陆和温归将军都是皇室血脉，请昆明和太后念在老昆明的旨意，善待他们父子2人。你恳请昆明，恳请昆明。好，好。既然你们一个个
都心系大陆。那好，孤成全你们，那就到牢中去陪他吧。来人，带走！昆明，饶命啊！母后，让您受惊了，孤来晚了。昆明，太后受了天大的委屈。母后，这事儿是孤没有处理好。这不关昆明的事，怪就怪温归太咄咄逼人。我好心赏赐的药材，他居然……起来吧。虎姑就是不明白，如果没有那些大渊药材，温归恐怕都过不了这趟鬼门关。他怎么能害救他的人呢？母后，这事儿不能完全怪温归，是孤把大陆囚禁了。你说什么？大陆他言辞犯上，如果我不处理他，那以后还如何服众啊？可是，昆明莫忘了母后常说的话。母后放心，孤自有分寸。既然连夜把我救醒，为何不让我来处理此事？因为我担心你的身体。你担心我的身体，我就不担心你了吗？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的事情是不能一直退让的。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退让到连多说一句话、多看一眼都觉得奢侈的境地。你选择去戍边，是因为已经无路可退了吗？我选择去戍边，是为了让你有路可退。起来吧，别跪了。昆迷，他不喜欢被人威胁。我不能走。以他对我的了解，如果这个时候我离开了，他一定知道你来过了。知道就知道，总比你把腿跪瘸了好。你为了我，宁可终生戍边，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就让为你跪一次吧。解忧，你说是不是我们两个人都生错了地方？没有，若不是生在此地，你我怎能相遇呢？彼此心里装着对方，也没有什么怨恨和遗憾了。只是我好羡慕你，可以逃得远远的。眼下局势复杂，恐怕我也不能随你所愿，逃离这一切，去当我的戍边将军。解忧，你说，那些因为命运被迫分离的人，是会记挂一生，还是会两两相望？
既然命中注定，又怎么会分开？既然已经分开了，破镜难圆，那就让我们用一生去努力忘掉对方吧。当夜绿了，岁月的茶。可是忘记，不是努力就能做到。回禀侯爷，他跑了。跑了？他早已安顿好家眷，连夜出城逃跑了。侯爷放心，我已派人去追，一定将他灭口。还不快去！喂。陈文圭叩见昆明。谷已经不胜烦扰，你还来干什么？昆明啊，我这自打清醒以来，耳边就一直有人跟我说，谁谁谁又被关进大牢，我也是被烦得不行了才来烦你的。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放出流言，煽动那些大臣去惊扰太后，我至于这样吗？平日以为你只是烈性贪玩，不至于行事鲁莽。可是你这次，太荒唐了！你太令我失望了。王兄，王兄，王兄，你先坐，我这好不容易病愈，你陪我说几句话。来，先坐。王兄，你还记得小时候你带我偷偷溜去特克斯草原，没想到碰到2只野狼的事情吗？记得。怎么了？我还记得当时那2只野狼把我们围了起来，眼见着野狼都已经露出了獠牙，在我们觉得必死无疑的时候，那2只野狼自己却打起来了。他们本是草原的领主，有着强大的力量，有着滔天的野心。他们明明可以分别猎杀我们，然后再分享肉食，可是他们却没有。他们宁可自己吃不下，也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猎物。那2只野狼拼得你死我活，2败俱伤，最后的结果却是我们2个人捡回了性命。你想说什么？生活在野狼身边的人，就如同当年的你我一样，不知道多希望看到2只野狼打起来。只有我们2败俱伤，他们才能生存下去。王兄，你知道我生母早亡，太后与我就像母亲一样。说句不好听的，我宁愿冒犯你，也不会冒犯太后的。所以，义硕和我父亲的事情，还请王兄明察，还他们2个人一个清白。义硕的事情，我当然会查清楚，还他清白。可你父亲当着我的面对我言辞犯上，这是重罪，不是你讲几个故事就能平息的。翁圭就是为此替父亲来向昆明请罪的。王兄，他是我的亲生父亲，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放手不管了。你管？你要怎么管？啊？你也想学右夫人在这里长跪不起？我不是女儿家，自然不会耍这些无赖。父亲他身为朝廷重臣，以下犯上，冒犯昆弥，本是死罪。
他还请昆弥念在他过往功劳的份上，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翁归也愿以性命相保，此类事情绝不再发生。为表悔意，我们父子二人愿拿出封地5年赋税，赠与戍边将士。记得，明天亲自去向太后请罪。谢昆弥恩典。起来吧。公主，公主，艺硕，你怎么来了？都是艺硕莽撞，连累了公主。大陆呢？放心，大陆已经被接回去了。是昆明让你来的吗？是翁归殿下，他说你要见我，才会乖乖回去的。这家伙总算是说了一句懂事的话，看来他是彻底好了。你说，那些因为命运被迫分离的人，是会记挂一生，还是会两两相忘啊？我选择去戍边，是为了让你有路可退。可是忘记，不是努力就能做得到。将军，这太医今儿一离开，就把老婆孩子安顿回老家了，然后自己收拾东西，悄悄出城了。果然是他。他往哪边去了？一路相对。他这么贸然离开，他的旧主子一定不会放过他。这样，你派人跟紧一点，但不要贸然动手。等到仙谷被他们追杀，逼至绝境的时候，再出手救他。这样，他才会真心的服从我们。你慢点儿！哎呀，将军，此女在外鬼祟偷听。什么偷听啊？我只是刚好经过。翁归将军，你这侍卫也太不怜香惜玉了吧！冯姑娘，既然刚好经过，不如坐下来喝杯茶。他抓着我怎么喝呀？哎呀！疼死我！我这次能够得以恢复，说来还是要感谢冯姑娘出手相助啊。哎呀，还算你有良心啊！你这深夜过来，就是来给我送药的？你怎么跟右夫人一个德行啊？别忘了，右夫人可是我的师傅。师傅？什么师傅啊？别跟我扯别的，你到底干嘛来了？这只无毒的金葱茸呢，是我从阿依腊手里头，不是拿来的。它不是给你吃的，是拿来揭发常山西侯用的。你跟常山西侯有私仇啊？没有啊，我冯辽一身正气，就是看不惯这些奸臣罢了。那么巧，我翁归也一身正气。不过呢，这时机不成熟，我是不会动手的。所以这个金从容，还是先留给我吃吧。冯姑娘放心，翁归不会手软，不会让这些奸臣得逞的。你确定不要喝点茶？
皇宫是个污浊的地方，但为了报仇，我必须留下来。臣叩谢昆弥不杀之恩，昆弥万福。起来吧。谢昆弥。诸位都是朝廷重臣，以后还望能恪谨守礼，凡事三思而后行。谨遵昆弥旨意。陈文圭，自荐边境大将，我愿以皇家之名驻守边境，保乌孙昌平。文圭啊，姑昨天回去以后，仔细想了想你跟我说的话，发现你记错了。特克斯草原上只有一只狼，没有2只，而这只狼才是草原上真正的主人。就算是孤独至死，也不会放任其他野狼在他的草原上横行。姑决定了，由纳林与侯将军担任戍边大将一职。文圭，你就留在朝堂辅佐我，一样可以保乌孙昌平。退朝。没想到到了最后，他还是不信我。这几日在大牢里，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不管多么韬光养晦的积累，昆弥不想让你有，你就什么也不能有。我们的命始终不能由自己。不过，不要丧气。人生之路漫漫兮，非一朝一夕定输赢。我并没有想要定输，我只想要一走了之而已。这世上哪有一走了之的事啊？皇家无情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活下去，只要活着，这土地、这宫殿、乌孙的所有，终将都会是你的。我不要所有，我只要我想要的。还好这段时间气候干燥，不然公主这膝盖会落下风湿的病根。公主，你也太老实了，你怎么能珍贵啊？昆弥不在，你就偷懒呗。冯姑娘在外面不是有很多生意要做吗？怎么一天到晚往宫里跑啊？多一个人陪我，可以解解闷。就是。哎，公主啊，不如我搬进来陪你呀。搬进来？对啊，做生意虽然有趣，但是我想过了，如果公主能收留我的话，我愿意当公主婢女。你若想来，随时可以来，何必要做婢女呢？我觉得当婢女挺好的，看阿彩姑娘就知道了。再说，如果不当婢女的话，就没有资格长留在宫中了。宫里没有外面自由自在，你要是想来你就来，可是一想到宫中险恶，又有点不忍心。你放心吧，公主，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你收留我吧。那好吧，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你就来吧。你功夫这么好，就跟怀大人一起做我的贴身护卫。可是，一想到宫中险恶，又有点不忍心。
你放心吧，公主，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你收留我吧。那好吧，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你就来吧。你功夫这么好，就跟怀大人一起做我的贴身护卫。要是想出去，就找侍卫长给你开出入令吧，好吗？多谢公主。昆弥到。参见昆弥。哟，你这儿好热闹啊！哦，是国医在照料我的膝盖。能走吗？不碍事，能走。那就陪姑走走吧。昆弥，你可是有心事啊？啊，姑的心事何其多呀！那不如说出来，让我为你分担。解忧试验。好，夫人别紧张。这是什么花呀？为什么这么美？这是火凤凰，安南王送给汉帝很多，就种在梨园。你在那儿长大，没见过这花吗？解忧自小就不爱花，所以未曾留意。其实这花不适合种在乌孙，都是翁归，他太执拗了，没想到还真让他给种活了。翁归真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呢。比起姑，他确实是个自由自在的人。可是我觉得，昆弥的生活倒是多一份潇洒。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评价我的生活。翁归是自由自在，但是昆弥的洒脱却是无拘无束。虽然平日你忙于政务，活动范围小之又小，可是你的心却从来不受拘束，爱了便是爱了，恨了便是恨了。右夫人，你错了。其实我才是这宫中最不能掌握自己爱恨的人。为了朝政，为了平衡，有时候即使我再恨一个人，也要对他宠幸有加。相反，即使我再爱一个人，也只能故意远离他。后宫尚且如此，更何况在朝堂呢？就像我跟翁归虽是兄弟，可这次我也只能拒绝他戍边的请求。夫人怎么了？没什么。昆弥，何事？常山西侯在御书房求见，好像是为了秋寿一事。秋寿？什么是秋寿？就是一场鸿门宴。好了，你在这儿自己转转吧。我要去办朝政了。为何老天要如此捉弄我们？在我们相爱之时，狠心拆散我们。
在我们已经接受分离之时，却又将他留下，我以后该如何面对他？想什么呢？是不是在想该如何面对我？你曾经让我认命，我也照做了，可是命运还是把我们两个带回到这里。杰勇，当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时候，就不要多想。我只告诉你，到最后，你还属于我。你胡说什么？随身带着的，有些东西，你这辈子都丢不掉。我现在就扔了它。你扔啊！你舍不得扔？放开我！放开我！杰佑，我们都得认命。你放心，我不会造反，我会好好的辅佐昆明，在一切都属于我之前，我会好好的活着。这到底算什么？这算什么？这算是时间和真爱的竞赛吧。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跟你赌。赌？就赌这颗真心。诚邀昆迷一同到我巴尔喀什湖东部草原狩猎。一派胡言！这片草原明明是我乌孙的，什么时候成了匈奴的？他有何证据？信上单于也说了。接着念。匈奴与乌孙本就是一家。早在列焦弥被老单于收养时，老单于出于对列焦弥的疼爱，把这片草场送给了列焦弥。怎么是送啊？明明是还啊！大肉质当年抢占我乌孙的时候，列焦弥尚在襁褓之中，匈奴才有机会占了这片草地。列焦弥从匈奴回来的时候，大单于明明把这片草地归还给了乌孙，这事早有定论，怎么今天又拿出来胡搅蛮缠？而且最近匈奴牧民几次入侵骚扰我乌孙牧民，戍边大将军跟我说了多少次，我一直迟迟不发兵，就是看在老单于当年收留我祖父的份上。可是他们不能这么得寸进尺。昆明请息怒，小侯也不知道信里写的竟然是这个，我只是见了单于的信使。信使呢？信使给左夫人请安后就回匈奴了，我可以马上派人把他追回来，但是单于那儿怎么交代啊？接着念。上次书信邀请昆迷没有答应，此次望昆迷不再推脱，并邀请昆迷的左右夫人同往。他是怕我把他的宝贝女儿扣起来当人质吧？昆迷，信里面说的是要左右夫人一起同行。左右夫人啊，他什么意思？不是，你看，这信中说，若是昆迷狩猎赢了，愿把草场作为礼物送给昆迷，但一定要两位夫人到场观赛，缺一不可。好，既然他不仁，我也不义。传我的令，通知大渊、燕齐、秋辞、郭沫的王军一起观赛。只要我军须弥赢得这场比赛，那么巴尔喀什湖东岸的所有草场将永世归乌孙，与匈奴永世无关。小侯明白。老兄，不就是一块草场吗？至于你这么焦虑吗？你是不知道，这片草场是祖父最最珍爱的。
因为它记录着我乌孙的兴衰。当年祖父为了要回这片草场，当着老单于的面，咬下了自己的拇指，给老单于喂狼，才要回了他。没想到这回匈奴人出尔反尔。若真要被他们得逞的话，我怎么对得起祖父的英灵，又怎么对得起我乌孙的祖先呢？王兄，你就放心好了，这次狩猎有我跟你一起呢，我们兄弟二人齐心，一定能够赢得这次秋狩。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右夫人到。解忧给昆弥和左大将军请安。免礼，来，到我身边来。文贵，坐呀。这么晚召我来，可是有急事？文贵啊，这件东西你可还记得？我当然记得。王兄，这把匕首还是小时候你送给我的，你应该比我更熟悉它。是啊。可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跑到解忧这儿去了呢？当时是这样，王兄，你不是让我去迎接公主吗？我刚刚救下公主，就想说把这匕首交给她，让她防身。哪知道公主她不还我了，我也不好意思问公主要。后来我仔细一想啊，这匕首本来就是王兄的，当时给了我，现在再给他的女人也是对的。以前这把匕首王兄拿来保护我，现在拿来保护自己右夫人，这匕首啊更有意义了。我这只是算借花献佛。是这样吗？当日翁归把匕首给我的时候，情势紧急，也没有来得及告诉我这把匕首的来历。今日才知道，他带着昆弥的爱意和威严。那你就更应该保管好的。我看昆弥今晚一直心事重重的，难道都是为了这次秋狩？匈奴表面和善，虽有乌孙和亲，其实却是虎视眈眈，视乌孙为鱼肉。这次狩猎不会那么简单。当年你是怎么得到那把匕首的？你干嘛逃？有狼追我，为何不杀？我怕。你是男人，你不是有短刀吗？啊，我的刀好像丢了。男人的兵器就是他的手臂，一个失去兵器的男人，就如同失去双臂，无法保护自己；而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男人，就不配活着。谢谢哥哥。
不要再弄丢你的兵器了，懂吗？当年的事情，昆迷一定不会忘记。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怀疑。怀疑什么？怀疑我爱你。除非你遇到一个像你一样，需要学会保护自己的人，你也可以把这把匕首给他，让他知道遇到困难不要躲避，要学会拼杀反抗。哥哥，我不会把它弄丢了，一定不会。也许你会把它送给你喜欢的女人。我没有喜欢的女人。以后会有的，男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女人。昆迷，哎，夫人怎么来了？啊，来坐。我给你熬了一些银耳莲子。汉人很喜欢喝莲子汤，因为清热去火。刚才我离开的时候，听木哈兹说，你还有好多奏折没有批阅，心想，你又要秉烛夜读了。所以赶紧给你送一碗，尝尝。多谢夫人。怎么样？真好。有劳夫人费心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昆迷。我知道，每个人都有双重的身份。恕解忧直言，作为丈夫，你活得有点累了。解忧知错。解忧的意思是说，这双重身份有点意思。那此时此刻，是不是以解忧的身份来见我呢？是您的右夫人。昆明，臣与我爱群鸦齐鸣，此非吉兆啊！生死自有天定，我们这些凡人，只要抱着敬畏之心，顺从便是。这一次，我一定要拿回先人的草场。
公主，大单于飞鸽传书。单于早已备好酒宴，恭候多时。我跟翁归去就行了，你们回大帐。走，撤，撤。哼，这帮畜生！ 分不清主客了是吧？这是我们乌孙的草原。莫哈兹，前续，久违了，我等也在此等候多时了。小婿照顾不周，惭愧啊！你我都是一家人，就不分什么主客了。对了，那宝贝女儿呢？ 一路车马劳顿，现在在帐内，等他梳洗好了，再让他来见你吧。好。吁，启禀二位夫人，大单于请二位夫人到营帐休息。大单于向左夫人问好。这位是？啊，这位是我的右夫人，大汉和亲公主解忧。解忧见过大单于。我早听闻解忧公主骑射过人，今天一定要见识一下公主的英姿。单于过奖了，解忧的骑射技术，在大汉公主里还排不上名号。公主过谦了吧？父王，虎姑叩见父王。免礼免礼，爱女别来无恙啊。多亏昆明照顾。不过，一会儿我为昆迷设宴接风，你和右夫人要不要为我们表演一下骑术，助助兴啊？妹妹这身行头，倒是挺惊艳的。姐姐过奖了。骑马向来都是我们匈奴女子的强项，不像汉人女子，从不出闺门。妹妹这身行头虽然可人，但是要论骑术，姐姐就不敢恭维了。哎，不过，你这话说的为时过早。解忧公主的骑射美名，你难道没听说过吗？听倒是听说过，就是没见识过。那解忧今日就献丑了。先夺得骑者赢，中途坠马者后夺得骑者输。两位夫人做好准备，比赛开始。
没想到右夫人骑术如此精湛。我早说过，右夫人善骑射马。汉帝能如此教育自己的公主，实属罕见，真让人钦佩。父王也是因为见识到了匈奴骑兵的强盛，才反思汉军的不足。其实解忧的骑射技术不算精湛，还有很多大汉公主比我厉害很多呢。右夫人今日让我大开眼界。说吧，要什么封赏？解忧希望以后后宫的女眷可以同来狩猎。这叫什么封赏啊？我是问你，你要什么？昆明有所不知，后宫女眷犹如笼中之鸟，虽然生活在这片草原上，却不能感受草原辽阔的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的东西呢？说得好，姑答应你。谢昆明。今天我们刚到草原，一路舟车劳顿都累了，不如先回大营休息。明日狩猎大赛正式开始。走。什么？放开我！放开我！啊！这。有什么话你快点说，我还要回去呢。你说啊！说话！到底怎么了？你就那么想得到昆明的信任和宠爱吗？你什么意思？你不顾一切的去抢夺红旗，就是为了赢得比赛？赢有错吗？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从马上摔下来，什么后果？我不会的，我有把握。你有什么把握？以前在戏班子的时候，所有马背上的杂耍我都练过。这是杂耍吗？总之，我有把握。愚蠢！你一味的想赢，想要昆明赢得比赛。你甚至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我就是为了昆明比赛，我要让他知道，我不比胡姑差。你这么做跟后宫那些争宠的女人有什么区别？有区别，不单单是为了争宠，我还要让单于知道，我大汉公主在不擅长的地方，也不输给匈奴人。我做错了吗？我不许你为别的男人赢。我不许你再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别走，等等我！喂，你等一下我！喂，喂！
解忧，你去哪儿了？晚宴就要开始了，我到处找你呢。我带西极马去喝水了。哎，这不是温归殿下的马吗？父王，您真的要？怎么？你怕了？没有，虎姑只是觉得你是真的爱上他了。父王，我没有。哼，织女莫若父。虎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您要在这个时候杀昆弥呢？因为他越来越不听话。可是杀了昆弥，温归就会接过乌孙大旗，这样一来，岂不是更不利于匈奴在西域的地位？我不会让温归称王的。杀了军须弥，下一个就是温归。那杀了温归，我们就能收服乌孙吗？不，我会让你的儿子成为乌孙的昆弥。我的儿子？可是我还没有。你现在没有，不代表真的没有。父王的意思是，杀了昆弥，然后让我谎称腹中怀有王子。不愧是我的爱女。父王，此事太过冒险，那万一……没有万一，我要你有，你就会有。放心吧，父王一定会把你嫁给一个真正配得上你的人。谢父王。好了，不要在这儿待得太久。军须弥可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解忧给昆弥请安。免礼，来坐吧。谢昆弥。上次夫人为姑研墨甚好，这次叫你来，也是想让你为姑研墨。解忧不甚荣幸。昆弥，想不到在这里，你还有这样的雅致。练字可以静心，静心方能思辨，这样才能够看清楚事情的真相。夫人，今天的骑术表演，确实给姑长了不少颜面呢。昆弥过奖了，这都是解忧应该做的。这草原呐，不比在城中，多有野兽出没，你可要多加小心呢。解忧明白。禀昆弥，左夫人求见。他来干什么？让他进来吧。喂。虎姑叩见昆弥。夫人找姑有何事？今日赛马，虎姑过于尽兴，差点伤了妹妹，心里实在过意不去，特来请罪。姐姐不必自责，赛马就是游戏，今天的事儿我会忘了的。右夫人都这么说了，你就不必在意了。起来吧。不，虎姑立了坏样，怕后宫有样学样，请昆弥重罚。既然如此，妹妹也只能有样学样了。哎，
左夫人，你能够如此自律，孤十分欣赏。出来狩猎原本就是为了高兴，在这么高兴的日子里，孤怎么会责罚夫人你呢？来，都别跪着了，起来吧，啊，起来。谢坤明。左夫人，你来为孤添香。右夫人，请继续研墨。是。殿下，阿彩。殿下。啊，怎么？你的马我帮你收好了。啊，多谢。殿下，你的马怎么是我们家公主骑回来的？啊？是吗？我说这畜生自己跑哪儿去了呢？我正找他呢。好。右夫人，你来射一只试试。好。昏迷他力大无比，他的弓当然是假，只怕是不适合右夫人的手力吧。对呀，孤突然想起来了，昨天孤让右夫人研墨至深夜，今天手腕肯定是酸痛无力。夫人，莫怪孤啊，我看你累了，还是回帐内休息吧。解忧不累。既然右夫人不能陪同我们一块儿狩猎，那就请右夫人在原地休息，等候我们比赛的好消息吧。我说陈鱼啊，你让我的右夫人在这太阳底下暴晒，孤可要心疼啊。单于也是一番好意，不过解忧并不想任何人看不起无孙的右夫人。右夫人果然是女中豪杰，不过我倒想看看右夫人是如何协助昆弥争得荣耀的。不过，我现在还想看看昆弥精湛的射术。那可要令大单于失望了。父王说过，真正继承他剑术的，并非是孤，而是翁归。哦，翁归将军，我早听闻翁归将军一箭双雕。怎么样？今日让大家见识一下，给我们露一手吧。好，那翁归便恭敬，不如从命。好一个一箭双雕！好一个一箭双雕！不愧是第一战将。启禀单于，翁归殿下之箭射中白兔，箭头贯穿双眼，皮毛毫发无损。看来
温圭将军的病已经痊愈了。这身皮肉历经了不知多少九死一生，这点小伤自然无伤大碍。温圭还能带兵打仗，真不愧是乌孙杀将，佩服。过奖。单于，雕虫小技你也看够了。我们的比赛什么时候开始？现在。那好，我丑话可说在前头。我要是赢了，这片草场就永远属于乌孙，不得反悔。昆明真是谨小慎微，难道不相信你岳父之言？那好，一言为定，请各国君主为乌孙作证。狩猎开始。回禀昆明，昆明捕获黄羊1只，兔子1只，温圭殿下捕获兔子2只，山鸡1只，左夫人捕获兔子1只。没了，没了。大单于果然狡诈，分给我们的猎场猎物这么少。现在快要到中午了，看来今天我们是要输了。若不是昨晚昆明罚我研墨，也不至于今天手臂无力，颗粒无收。你说什么？昆明，你看前面有片树林，里面应该有猎物。好，姑就听左夫人的，去试试运气。王兄，前方林子太密，地势不熟，我担心会不安全。对，温圭殿下说的对。可是这次狩猎又关系着乌孙一大片土地，不去也不行，所以大家都应该注意安全。解忧说的没错，但是这场狩猎的输赢，关系到乌孙和匈奴角力的关键，咱们不能前怕了后怕后。你说的？小心为妙吧。是的。昆明，温圭殿下说的有道理。你今天怎么了？反反复复的，是不是害怕了？害怕就留下。木哈兹、常武烈，所有人都留下。喂，解忧，你怕吗？那好，你跟温圭一块儿来。王兄当心一些，感觉不太对。小心！解忧，解忧！
哎，王兄，快来吧，这是毒箭。不行，这事得由我来。夫人为我挡箭，我得帮她救治，而且只有我方便。昆明，妹妹怎么了？小人失手，罪该万死。为何失手？乌孙右夫人为他挡箭。右夫人，请单于恕罪，以保全家性命。杀了他全家。喂。太医，我们公主伤势如何？哎呀，幸好这箭头只是擦过肩膀，伤口不深，这毒液还没有渗入血液，因此也并无大碍，休养2日便好。真是万幸，多谢太医。哎呀，要谢就谢昆弥吧，若不是昆弥及时处理伤口，这右夫人就算中箭不深，她也会中毒的。辛苦太医了，这就派人随您去取药。好。贤婿，战果如何呀？要不是有人把我当成了猎物，耽搁了时间，兴许我还能多猎一些野味。哦，居然有人敢把乌孙的昆弥当成猎物，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过幸亏有右夫人替我挡了一箭，所以我才能安然无恙。是吗？我光顾着狩猎，却错过了一段美人救英雄的精彩故事。错过这个不要紧，只要不错过这狩猎大赛结果揭晓就行。昆弥今日一定鸿运高照，来，我们清点一下猎物吧。请。回禀昆弥，匈奴单于共狩猎获得6样：21只雀、8只鹰、13只野兔、6头羚羊、6头鹿、1匹狼，共55只。回禀单于，乌孙昆弥共狩猎5样：7只雀、5只鹰、19只野兔、19头鹿、6匹狼，共56只。各位西域君主，你们刚刚都听见了，今日是我乌孙险胜匈奴。匈奴大单于之前有言在先，只要我军须弥赢了这场狩猎，他就将各位脚下的这片草原归还给乌孙，永世与匈奴无关。敬昆弥，敬昆弥，干了！你们先喝，啊，我去看看右夫人。好，到这儿，马上，来。昆弥，快躺下。阿才拜见昆弥。啊，起来吧。你怎么样？太医说我就是一些皮外伤，还说
幸好有昆弥帮我吸取身体里的毒液，不然现在不知道伤得有多严重呢。哎，你别这么说。夫人用身体替我挡箭，我做这些算不了什么。早知道这是场鸿门宴，就不该带你来。其实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让左夫人和大单于不会瞧不起我们大汉的公主。早知道他会动手，没想到他会在这个狩猎大赛向我下手。都是我不好，连累了夫人。我想，这也许就是天意吧。天意？对，这就是天意。夫人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礼物？细菌死后第7天，姑做了一个梦，梦里天神又赐给了我一个和亲公主，所以梦醒之后，我就派温归前去大汉提亲。那这个和亲公主跟细菌公主一样好吗？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你也知道，细菌在我心里是何其的重要，但是现在姑觉得你也很重要。好好休息，姑明天再来看你。昆弥，恭喜昆弥夺回草场。夺回草场固然重要，可在姑心里最重要的是你能安然无恙。公主，刚刚单于的亲卫塞给我的，没人看见吧？没有。防佑，防佑，公主什么意思啊？父王让我防着解忧，那单于暂时不会再杀昆明了吧？找死啊你！夫人恕罪。父王他们都走了吧？篝火晚宴前就走了。父王要做的事情，不会轻易放弃。我担心他还是会对昆明下手。那单于这么做，岂不是让夫人两难？我会想办法再劝劝父王。毕竟乌孙不能没有昆明，昆明也是我值得爱的男人。我不能让父王伤他厚礼。夫人，你对昆明真是一片真心啊！真心又有何用？解忧救了昆明，昆明视他为掌上明珠。原本想让他在狩猎中出丑，反倒让他得了仙气。她一个汉人，嫁到草原不过半载，就得了昆明的信任，还真是不简单呢。所以公主万万不可轻敌呀！每个人都有他的软肋，只要我们找到解忧的软肋，事情就好办了。公主，我看解忧的软肋就是她身边那个傻丫头阿彩。阿彩，左夫人饶命！
你走路怎么不看着点儿？公主饶命！这不怪你，别怕，起来吧。你去给昆明送汤吧。是，夫人。你叫什么名字啊？奴婢阿彩。阿彩，别怕，来，跟我去帐里伺候我换衣裳吧。走啊！是。阿彩，你今年多大了？阿彩今年刚满20。都20了，那也不小了。在匈奴13、14岁就该谈婚论嫁了。怪不得你们家公主昨日还给昆明说，让昆明在乌孙的士兵里给你挑个夫婿呢。什么？你不知道吗？我还以为是你求着你们公主给昆明说的呢。阿彩从来都没有说过。反正你们家公主提了，昆明也答应了，这是好事儿。乌孙的士兵豪放粗犷，尤其是那些常年戍守在边关的男人。那些男人多年不见女人，一见着女人就跟饿狼似的，可火辣了。如果你真能嫁给乌孙的士兵，那才是福气呢。打水怎么打了那么久啊？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是生病了？你还是别替我操心了。我可以进来吗？温归殿下，请他进来吧。温归殿下，你先出去，我有事情要跟右夫人说。喂。我不是来向你道谢的，虽然你当时以性命相救，可是万一你没那么幸运，如果那箭射中你心脏是什么后果，你有没有想过？大不了一死。死？这么沉重的字，为何说得如此轻松？为我心爱的人去死，怎么会轻呢？那看来，你确实是深爱着这个人啊。对呀，他是我的夫君，我不爱他，我爱谁啊？你确定那一箭是为他挡的吗？对呀。何必自欺欺人呢？我来是要告诉你，我不许你以后这么做。你要再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我可对你不客气。知道了。疼不疼？疼，疼得吃不下饭，疼得睡不着觉，疼得不想活了。右夫人，你的伤真的好了吗？昆明若是不信，一会儿看我打下那猎物便知。好，哎，不如我们来场比赛如何？我跟温归一组，
你跟左夫人一组。妹妹伤刚好，怎么能跟我比赛呢？我要和昆明比赛。哼，你可别小看她，上次骑术比赛你不是一样输给人家了吗？好了，就按我说的做，啊，撤，撤。怎么样？今天有把握赢我吗？我见到猎物就打，没顾上数数，我可不知道。咱们就清点一下数量。回禀温归将军，昆迷一共狩猎了6样：5只野兔、5只鹰、7只雀、8只乌鸦、3头羚羊、1头鹿，共29只。温归将军一共狩猎了6样：9只野兔、8只鹰、2只雀、5头羚羊、4头鹿、1匹狼，共29只。这数量虽然一样，但听上去还是你小子略胜一筹啊。现在离日落还有挺长的时间，我看啊，要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输赢呢。我看这草场猎物几乎都被我们射完了，今天很难分出胜负了。看来是天神注定，让我们今天一较高下。右夫人，刚才这兔，算你的还是算我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连解忧都是昆迷的，何况一只死兔？那今日右夫人战果如何？昆迷故意气我吗？想想便知。夫人莫气恼，狩猎本来就是为了开心。这兔子，算你的。谢昆迷。昆迷刚刚那一箭，真是让虎姑开眼了。虽然匈奴人都善骑射，但却没有一人能比得上昆迷。左夫人夸奖了。左夫人今天战果颇硕吧？匈奴女子本就善骑射，车不足为奇。刚刚我还射杀了2只野鹿，已经让侍卫带回营地了。今晚就用我的猎物给昆迷下酒吧。好，按你说的办。妹妹的猎物也拿回营地了。啊，解忧的伤势刚好，肯定不如你。昆明又帮妹妹说话了。昆明不是帮我说话，他知道汉人性善，不善杀生。不杀生，为何还要射杀野鹿？因为野鹿与解忧有不共戴天之仇。妹妹倒是说说，你跟野鹿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小时候淘气，偷偷跑到父王围场，结果被一只突然闯入的野鹿撞倒，险些丧命，所以解忧一直记恨到今天。解忧虽然性善，绝不主动侵害他人，伤及无辜，但如果被他人他物所伤，
即使追到天涯海角，这仇是一定会报的。妹妹这故事真有趣。这不是故事，是亲身经历。今日狩猎，左夫人险胜，来，我们一起敬一下左夫人。左夫人要何赏赐？既然昆明要赏赐胡姑，胡姑就斗胆直言了。今日有幸目睹昆明和温归狩猎，让人叫绝。我作为嫂子一时高兴，想借君臣同欢的喜庆，替温归说亲。哦，夫人这么说，是心里早有人选了吗？知我者，昆明也。哈，多谢左夫人的美意。温归可是受宠若惊啊。可是这娶亲之事吧，哎，你还是先让你嫂子说完再说。也好，先说说是谁。那我就直说了。啊。我觉得右夫人的贴身侍女阿彩是个好姑娘，人长得精致，性格又温和。温归清汉，自然会喜欢大汉女子。虽然大汉女子骑射不及我匈奴，但柔情似水，持家侍夫，还是丝毫不差胡人。我觉得阿彩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温归，你说你一日不娶，就要拖累你的嫂子。你看这次你生病，把你解忧嫂子累成什么样了？是吗？若是有妻侍奉，哪还会需要嫂子照顾啊？姐姐所言极是。温归，你也老大不小了，是该娶妻成家了。你看，把左夫人给急的。哼，只是阿彩虽然是我的贴身侍女，可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作为姐姐呢，她的婚姻大事我自然不会贸然干涉，所以还是要听听阿彩自己的意见，是吧？那倒是。那阿彩，你意下如何？阿彩，你自己说说吧。阿彩谢左夫人美意，只是阿彩还得听从右夫人安排。你们这一会儿左夫人安排，一会儿右夫人安排，娶妻的是我，难道不应该听我的吗？不过左夫人倒是了解我，温归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女人，可我最怕的也是女人。你说这女人啊，结婚之前都甜美可人，婚后马上就变得酸苦吓人。所以这娶妻之事，还是日后再说吧，左夫人啊。温归这话说的，难不成我和解忧都是母虎不成？哎，我可没这意思，我可不敢。说实话，平时我倒是特别羡慕王兄，左拥右抱的。哎呦，可是你们说我这人平时信马由缰，自由自在惯了，要娶个妻子把我约束了，我难受。我这不还没玩够吗？阿彩姑娘要是愿意等我，再多等我玩几年，我老了之后就娶你啊！温归啊，我看这话说的是口是心非啊！你现在心里一定想那个姑娘叫什么来着？塔娜，那姑娘是叫塔娜吧？对，塔娜。哎呀，王兄，你别老揭穿我嘛！来，你小子，让你浪子回头也难，还是在你的温柔乡里多待几天吧。哎，多谢王兄体恤。既然温归不愿谈论婚事，那就当我没说。可是昆弥的赏我还没有讨到呢。那夫人就另选吧。
那我就要昆明和温归的剑史留念。你只要剑史？这回温归不会再拒绝我了吧？哎呀，只要左夫人不逼着我娶亲，你要是什么都行。那好，就这么定了。这个胡姑，下午狩猎输他一程，晚膳居然还要摆我一道，这到底是恨我还是……阿彩，今天对不住你了，没想到胡姑居然拿你开涮，太气人了。下次我绝对不会让她再这么欺负你的。今天的事情我根本没往心里去，不过你听胡姑说要把我许配给温归将军的时候，好像很不乐意的样子。你真的相信胡姑会把你赐给温归将军？他表面是在说婚事，实际上句句都在给我下刀。你太自作多情了吧？胡姑除了说你照顾温归将军操劳以外，也没说其他什么呀。阿彩，如果你真的可以嫁给温归，你觉得你会幸福吗？如果可以给你幸福，那这件事情应该由我来亲自为你操办，而不是胡姑吧？我们俩以前跟着戏班子游走江湖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什么叫人心叵测吗？解忧，我希望温归将军幸福。大单于息怒，这机会有的是，小小的闭嘴！小小的乌孙，如今有了这个刘解忧，就不同以往了。我不会放过这个女人的。阿彩，古瑞亚，找我有事吗？这是我家公主的一点心意，叫你收下。这是我家公主特意向昆明讨要的温归将军的剑史。这个我怎么好意思说啊？哎呀，你就别客气了，我们家公主啊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的。那你替我好好谢谢左夫人。好，那我先回去了。这个笨丫头这么容易就上钩了。公主，下面准备怎么办？等着看好戏呗。哎，我这可都是上等货。哎，看看啊，便宜便宜了啊！哎，小姐，你不能这么烦呐，你这样我生意都没法做了。哎呀，你别催我，我就快选好了。哎呀，行，你选。哎，你看看这个，您抱好。要我帮忙吗？冯姐姐，快帮我选块丝绸吧，我不知道选哪块好。这些是南充产的，这些是盛泽产的，都是上好的料子。你看，我没蒙你吧？我这里的料子都是上好的丝绸。哎，但是这些是南充产的，应该是3年前的陈货了吧？都走私了。拿这块吧，给我包起来。哎，好。他刚刚一个劲儿地说这些好，真是无商不济。我也是汉商啊。我也来一块。你也买丝绸啊？对啊，右夫人生日快到了，我想送她一个礼物。只不过怎么了？我想在上面写点字，可是我不识字。你不认识汉字啊？
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真的吗？要不我帮你写？好啊，谢谢，不客气。这里就是我的房间啦，冯姐姐，坐这儿吧。对了，姐姐想在绸缎上写什么字啊？我也没什么文化，不知道什么字写上去比较大气。大气一点的，我想想啊，大气一点的，要不写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吧？好啊，就它了。可是《上林赋》长得很，这块丝绸怕是小了一点儿。不怕，字写小一点不就行了吗？小一点的可就不大气了。没关系的，尽管写。没事儿，那我就写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没想到你们家还挺阔气的。冯姐姐要是愿意的话，我找人带你去院子里看看。好啊，来人。小姐有何吩咐？你带冯姐姐到院子里转转吧。喂，冯姑娘，请跟我来。好的。哇，这谁的卧房啊？是我家老爷的。哦，够气派。冯姑娘这边请。哦，好。人呢？姑娘，冯姑娘，姑娘，冯姑娘。什么人？什么人？站住！站住！抓住他！别跑！什么？这一定是一场误会。我家护卫个个都凶神恶煞，有时候连我都会被误伤了。没想到冯姐姐在院子里散步时和侍女走失，被护卫误以为是外人闯入，所以才对冯姐姐动手。可惜我当时不在，害冯姐姐受了伤。等她明天回来，我一定向她当面致歉。啊，好，我知道了。天色不早了，那我回去了，不然我哥一定会扒了我的皮。那怀大哥，我明天当面致歉。小姐请回。啊，对了，这个是冯姐姐的，请你帮我转交给她。这是你写的？嗯。是冯辽让你写的？嗯。他让你写这个做什么呀？他眼神不太好，写不来这蝇头小楷，就由我代劳了。反正我闲着也没事儿，是我要帮他写的。啊。那怀大哥，我先告辞了。你这一天去哪儿野了？哥哥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了？公主不在，你是不是闲得无聊，没事找事儿啊？我问你话呢，去哪儿了？管不着。
你是一朵幽兰，开在细雨的草原。你是一片白云，飘落一粒河边。9千里雨雪冰霜，50年荣辱悲欢。你带着鹏程出于寒风，和情路上走向爱的琴弦。也有苍生起伏人间，听大风的乐唱出柔情缠绵。尽是红颜女儿泪眼，看大漠月正浪，照遍观梦远。也有苍生起伏人间，听大风的乐唱出柔情缠绵。尽是红颜女儿